看到周深工作室这条热搜的时候，我正挤在晚高峰的地铁里，周围是嘈杂的人群和疲惫的打工人。但当我的手只划过屏幕，看清维权赔偿金全额捐赠公益这几个字时，我心里突然就软了一下，甚至有点想哭。咱就是说，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大家每天上网冲浪，看到的不是明星粉丝互撕，就是各种造谣诽谤满天飞。作为一直关注周深的人，看到他一次次被那些毫无底线的黑粉、营销号用恶毒的语言攻击，那种无力感和愤怒，真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我们总以为工作室发个声明、起诉、拿回赔偿，这事儿就算翻篇了，顶多也就是给艺人挽回了一点名誉，顺便让造谣者赔点钱。但我真的没想到，周深工作室能给出这样一个堪称教科书级别，又温柔到让人破防的结局。今天我不想用什么干巴巴的新闻通稿语气来复述这件事，我就想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一个一直默默关注他的网友，和大家唠唠嗑，聊聊这件事到底为什么能这么深深的打动我。不废话，直接刚，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硬核维权。首先，咱们得聊聊这次维权的过程。内娱很多工作室在处理网络暴力时，最喜欢做的就是发律师函。但大家心里都清楚，很多时候律师函也就是个警告，雷声大雨点小，造谣者根本不怕，甚至还会拿律师函出来继续嘲讽。但周深工作室这次的做法，真的让我狠狠舒适了。面对那些捏造事实、恶意诽谤的言论，工作室没有走那些虚头巴脑的流程，没有发什么不痛不痒的警告，而是直接跳过律师函，公证、取证、立案、起诉，一气呵成。截至今年2026年7月8日，4起名誉权案件全部审结，而且全胜诉。法院的判决书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被告言论缺乏事实依据，必须置顶道歉10天，还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维权合理支出。看到法院判决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真的是长舒了一口气。这种感觉就像是你看着自家小孩在外面被坏孩子欺负了，家长没有只是口头教育2句，而是直接带着证据去找对方家长和学校，把事情办得明明白白、妥妥当当。工作室这种零容忍的态度，其实是在给所有在网络上肆意妄为的人敲警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别以为躲在键盘后面就可以随便泼脏水。周深是个唱歌好听、性格温柔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团队是软柿子。这种以法律为武器、死磕到底的硬气，真的给了粉丝和歌迷莫大的安全感。他告诉我们，别怕，我们在保护他意料之外的反转，把恶意变成善意的顶级格局。如果事情只停留在维权成功、造谣者赔钱道歉，那这只是一个标准的法律胜利。但接下来工作室的操作，才是真正让我觉得格局打开，甚至让我对这个团队肃然起敬的地方。工作室在公告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本次系列案件中获得的赔偿款项将全额捐赠公益机构，代理律师后续亦将跟进捐赠事宜。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工作室打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在名誉权纠纷里，精神损害赔偿和维权支出，比如律师费、公证费，其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很多时候，艺人维权拿到的赔偿金，扣除掉高昂的律师费和取证成本后，剩下的可能也不多，但好歹也是钱，归艺人或者工作室支配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毕竟被骂了那么久，承受了那么大的心理压力，拿点赔偿也是应该的。可是周深工作室选择了全额捐赠，一分不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就好比有人往你家院子里扔了垃圾，你把他告了，法官罚他赔你一笔钱，你拿到钱后没有把钱装进自己口袋，而是用这笔钱去买了好吃的，分给了街边流浪的人。造谣者用周深的名字和名誉去换取流量，去发泄恶意，而周深的工作室则用法律武器把这些恶意的代价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善意。造谣者不仅要在法院判决下低头道歉，他们赔偿的每一分钱，最终都变成了灾区群众手里的食物和水。这种惩罚比单纯把钱赔给艺人要高级得多，也深刻得多。他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以直报怨，同时又加上了以德报德的温柔。工作室没有让周深从别人的侵权中获取任何个人经济利益，而是把维权的成果变成了周深对这个世界释放的善意。这不仅捍卫了周深的名誉，更保全了他内心最纯粹、最干净的那部分。说真的，看到这种操作，我作为粉丝，不仅觉得解气，更觉得骄傲。细节里的温柔，那些被看见的隐秘需求，如果说全额捐赠展现了工作室的格局，那么他们具体捐赠的项目和物资细节，则彻底暴露了这个团队骨子里的细腻和温柔。
这也是整件事里最让我这个普通人破防的地方。工作室没有选择简单粗暴的捐一笔钱给某个基金会就完事了，而是选择联合上海复兴公益基金会，把赔偿金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应急赈灾物资。他们采购了什么？食品、饮用水、牛奶，这些是基础。但真正让我眼眶一热的是那些应急箱里的细节。应急箱里有毛毯、雨衣、消毒用品、洗漱用品、换洗衣物、手电筒，这些都很常规，是救灾的标准配置。但是公告里特别提到了一句，并特别为女性准备了卫生用品。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字，让我在心里给工作室鞠了个躬。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很多自然灾害或者突发事件的救援中，女性的生理期卫生需求往往是被忽视的。很多时候，捐赠的物资里全是米面粮油和矿泉水，但受灾的女性在缺衣少食、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连一片干净的卫生巾都找不到。那种窘迫、无助，甚至可能引发感染的风险，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盲区。周深工作室能想到这一点，并且在采购应急物资时特意加上女性卫生用品，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不是在走形式，不是在买一堆东西拍个照就发通稿，而是真的去研究了灾区群众到底需要什么，真的去共情了那些在灾难中受苦的具体的人。这种同理心太珍贵了。而且工作室选择直接捐赠实体物资，而不是直接捐钱，也是为了确保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在现在这个有时候会对公益产生信任危机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资捐赠是最让人安心的。他们通过专业的公益渠道，把这些带着周深和工作室温度的物资直接运到了有需要的区域，用于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和一线救援。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某个受灾的角落，一位受灾的女性打开应急箱，看到里面不仅有食物，还有她当下最急需的卫生用品。一位在一线救援的战士披上了雨衣，吃上了热乎的牛奶。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物资的钱具体是从哪个官司里赔来的，但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来自远方的善意，而这份善意的源头是那些原本充满恶意的网络谣言。这简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点石成金的童话。周深工作是用一种最浪漫、最温柔的方式，把网络上的污泥浊水过滤成了滋润他人的清泉，护犊子也护世界，一个系统化、有温度的周深后盾。其实，如果你一直关注周深，就会发现这次捐赠赔偿金绝对不是工作室心血来潮的作秀，而是他们一贯行事风格的缩影。周深工作室对周深的照顾，从来不是那种只盯着眼前利益的保姆式管理，而是一种系统化、有远见的守护。一方面，他们在事业上和法律上给周深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就像前面说的，常态化维权，持续取证，坚决打击网络诽谤。他们知道，周深是一个靠作品说话、靠舞台吃饭的歌手，他需要一个清朗的创作和表演环境。所以，工作室愿意花时间去死磕那些脏水，就是为了不让周深分心，让他能安心的唱歌。另一方面，他们在细节上极其较真。比如周深的巡演，工作室不仅关注票房和舞美，更关注舞台安全。遇到设备故障或者安全隐患，他们不捂盖子，而是公开接受反馈，积极推动整改。这种把歌迷和艺人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在内娱真的是一股清流。而这次把维权赔偿金捐给公益，则是工作室在精神层面上对周深最大的支持。周深本人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懂得感恩的人，他做过很多公益，帮过很多人。工作室把赔偿金捐出去，其实是在用实际行动呼应周深以善意回馈社会的理念。这就好比在告诉周深，你放心去唱你的歌，去散发你的光。外面那些脏水，我们来帮你挡住，而那些因为挡脏水而意外收获的东西，我们帮你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去帮助更多的人。这种团队和艺人之间的双向奔赴，这种你懂我的善良，我护你的周全的默契，真的让人看得很感动。工作室不仅是在保护周深，他们也是在和周深一起保护着这个并不完美但依然值得热爱的世界。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维权范本？写到这里，我想稍微拔高一点点，聊聊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不是为了写报告，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的网络环境太需要周深工作室这样的维权范本了。现在网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叫按闹分配，或者叫黑红也是红。很多营销号、黑粉觉得骂明星没有成本，就算被起诉了，大不了删帖道歉，反正流量赚到了。而有些明星维权，最后变成了和粉丝一起网暴对方，或者拿着赔偿金去给自己增加商业价值，搞得乌烟瘴气。周深工作室的做法给所有人上了一课。第一，他警示了所有网络发言者，
法律是底线，造谣诽谤不仅要道歉，还要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而且，你赔的钱不会进受害者的口袋，让你觉得他就是为了钱，而是会变成灾区的一床毛毯、一包卫生巾。这种降维打击式的维权，让造谣者显得更加小丑，也让法律的威严得到了更好的体现。第二，它打破了以牙还牙的负面对抗。面对恶意，最好的反击不是用更大的恶意去回击，而是用善意去消解它。工作室没有把赔偿金据为己有，而是转化为公益力量，这就让那些试图用谣言抹黑周深的人彻底成了笑话。你想抹黑他？不好意思，你的赔偿金反而帮他做了好事，让他名声更好了。第三，他引导了公众人物的正向影响力。明星的维权不仅仅是个人的私事，它具有社会示范效应。周深工作室把私人的法律纠纷升华成了公共的公益行动，这会让很多关注这件事的年轻人看到，原来维权可以这么体面，原来面对恶意可以这么从容，原来我们受到的伤害是可以转化成帮助他人的力量的，这才是公众人物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天天在热搜上挂着某某某好惨或者某某某好刚，而是用实际行动去诠释什么是真正的格局。愿温柔被世界以待，愿善意生生不息。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周深和他的工作室真的值得。在这个有时候显得有些浮躁和充满戾气的网络时代，周深用他天籁般的嗓音治愈了我们，而他的工作室用他们硬核又温柔的行动治愈了我们对网络环境的失望。他们让我们看到，法律不仅可以是冰冷的武器，还可以是传递温暖的桥梁。维权不仅可以是为了争一口气，还可以是为了给这个世界添一块砖。我特别喜欢公告里那句话，以实际善举诠释工作室对周深的守护与社会责任的担当。守护周深是他们的本分，担当社会责任是他们的格局。他们把这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作为听众，我可能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帮周深挡住那些恶意的流言蜚语，但我可以在他唱歌的时候认真的听，在他做公益的时候默默的支持。我也真心希望周深工作室的这种维权与善意并行的做法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成为一种行业标杆。希望以后内娱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大家都能学这种把恶意转化为善意的高级操作。最后想对周深说，深深，你只管在舞台上闪闪发光，唱你想唱的歌，外面的风雨你的工作室会帮你挡，而那些因为风雨而凝聚成的彩虹，他们会帮你送给需要的人。也想对周深工作室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专业，这么硬核，又这么温柔。你们不仅守护了周深，也守护了我们对美好的那份相信。愿那些应急箱里的毛毯能温暖受灾群众的身体，愿那些特别的卫生用品能呵护受灾女性的尊严。更愿周深和工作室的这份善意能像他歌声里的那束光一样，穿透网络的阴霾，生生不息，照亮更远的地方。